老公的白月光将她抛弃，她为了气对方跟我领证结婚。本以为过了5年的平静日子，老公已经将她忘记。意外怀孕后，告诉老公，以为他会非常开心。当晚他喝醉回来后，明天去医院把孩子留了吧，他介意我的孩子不是他生的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凌晨3点，肖安泽终于回来了。已经睡熟的我被他强行从床上拽起，明天去医院把孩子留了吧。沈婉介意我有孩子，身体瞬间清醒。没想到结婚5年，终于有了孩子，还是没躲过他初恋的阴影。安泽，你妈妈盼这个孩子很久了，让我生下来吧，我会好好照顾好孩子的。肖安泽不耐烦地将我的手指一根一根掰开，解下领带，脱了衬衫，露出一身健硕的肌肉。他身体的棱角跟他的人一样冰冷凌厉。当初肖安泽娶我是为了气沈婉，一转眼就是5年。我以为他已经忘记他了，也以为他不会再出现了。婚前婆婆就一直看不起我，毕竟我只是一个普通人家的姑娘，而肖安泽是京城的4少之一。肖安泽告诉我，只需要当好他的太太就行，不用在乎别人的看法。婚后，我努力讨好着婆婆，肖安泽和他妈妈之间的关系也缓和了一些。肖安泽一直不想让我怀孕，他觉得自己还没有做父亲的准备。我依顺着他，直到2个月前的一个意外。听着卫生间淅淅沥沥的水声，我轻轻摸着肚子，我心里无比想要这个孩子。桌上的协议赶紧签了吧，你打胎，我给你一套市中心的房子。安泽，医生说要是流产后，我就不一定还能再怀孕了。眼睛避开桌上刺眼的协议，又是协议书，这是我签的第3本协议了。第1本是在婚前，第2本是在第1次滚床单后。这本我不想签了。江然，你最好听话点，你知道我身边最不缺听话的女人了。你要再这样固执下去，那就离婚吧。我看着肖安泽的眼睛，刚想开口，没想到被他一句话浇灭了我最后的希望。即便离婚，你也得先把孩子给我打了，我可不允许我的孩子在外流浪，变成个野孩子。我苦笑着。肖安泽转身从另一个抽屉里拿出了离婚协议书，原来他早就都准备好了呀。没想到沈婉在他心里竟然重要到这样的地步。2份协议都放在这了，你自己选择，想好了直接跟我秘书联系就行。肖安泽说完就关上门走了。我将手紧紧攥着衣角，衣服都变得皱皱巴巴了。正想着该怎么办的时候，婆婆的电话打进来了。江然，明天来家一趟。还没等我回复，婆婆的电话就挂断了。不愧是亲母子俩，连通知人的方式都一模一样。拿起协议书看了看内容，也不知道我在期待什么。2份协议，除了离婚和流产2个字，别的内容都是一样的。第2天，简单收拾了一下，去了婆婆那。没想到在那竟然碰到了沈婉。我刚进门，婆婆牵着沈婉的手，2人气氛融洽，丝毫没有肖安泽之前说的那样紧张。我假装淡定地朝2人笑着，沈婉看着我，也以微笑回应着：“你就是江然啊，很高兴见到你，我叫沈婉。”沈婉笑着伸出手，我刚想回礼握过去，她缩了回去，继续跟婆婆聊天。阿姨，看你现在气色越来越好了，看来被儿媳妇伺候的还是蛮好的。婆婆高兴的眼睛都快眯成一条线了，嘴角也快咧到耳后了。这那的话，我最近新找到一家美容医院，你看我这效果不错吧？阿姨还是一如既往的发现新的好地方。
俩人你一句我一句的聊着，丝毫没有想让我融入的话语。我越做越局促，到处看着，想着要不要找点事干干，好打破自己这样尴尬的局面。你没看到家里来客人了吗？怎么这么多年还是一点眼力见都没有？水杯空了，不想着倒水，水果都没想着洗点出来。你也不问问中午饭吃什么吗？眼睛看不会，嘴巴也不会吗？跟客人都不主动聊天，怎么？你家就是这样教你待客之道的？婆婆突然凌厉地对我一通问讯，我呆在原地，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，连忙赶紧站起来，我马上就去，马上。不好意思啊。沈婉没搭理我，婆婆瞪了我一眼，谄笑着看着沈婉，你别跟她计较，怀孕了人更不机灵了，之前也没聪明到哪去，咋也教不会。婆婆埋怨的眼神瞟过来，我赶紧去了厨房。沈婉在听到我怀孕时候，那眼神一暗，我知道她在装什么都不知道。我知道沈婉在拿孩子来测试她在萧安泽心里的地位。在萧安泽昨晚让我做选择的那一刻，沈婉就赢了。不管萧安泽有没有结婚，沈婉永远是他心中那无可替代的白月光。在厨房干站到腿累了，我才想起来，我压根没问他们想吃啥。看来我这真是一孕傻3年了。犹豫着要不要再出去问问的时候，在门外听到了萧安泽的声音：“你来了，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？你那么忙，我今天正好有空，就想着来陪陪阿姨。那等会一起吃饭吧。”萧安泽温柔的声音传来，那声音是我从没听过的温柔。不小心将一个空果盘碰落在地上，萧安泽闻声打开门，在看到我的时候，眉毛紧紧皱了起来。你怎么在这？谁让你来这的？他不耐烦地朝我低吼，跟沈婉说话时的样子判若两人。我来。我刚说2个字，婆婆就打断了我的话，管他干嘛？洗个水果半天都搞不好，也不知道平常在家都在干什么。都当妈的人了，连这么简单的事都做不好，也不知道干啥吃的。哦，对了，我还没恭喜安泽呢，要当爸爸了。沈婉站在萧安泽身后，嘴里说着话，但眼睛一刻都没从萧安泽脸上挪走，好像要确定什么一样。萧安泽看了看沈婉，皱着眉瞪了我一眼，有什么好恭喜的？等会他还要去做人流手术。我震惊地看着萧安泽，我没想到他竟然当着所有人的面通知我流产。什么？安泽，这不是你第1个孩子吗？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要不你们好好商量一下再做决定。沈婉打断我还没说出口的话，婆婆回过神来，瞪了我一眼，你管他干嘛？人家注意头大着呢。沈婉拉着我的手，一脸惋惜地看着我。江然，我知道现在都爱拼事业，但孩子都来了，一个小生命又有什么错呢？就这样将他扼杀在萌芽阶段，你真的不会后悔吗？萧安泽将沈婉从我面前拽走，生怕我会受刺激伤害到他一样。沈婉眼含着泪水看着萧安泽，你跟他说这些干什么？他忙什么事业？整天在家也不知道在忙什么。安泽，我真的好心痛。沈婉擦着眼泪，婆婆给她递着纸。江然，你们结婚都这么多年了，把孩子生下来吧。我之前就是吃了自信的亏，你看我到现在都没有一个自己的孩子。我并不是不想生。萧安泽，你看，他只是有自己的苦衷的。沈婉打断了我的话，生怕我说出是因为他，萧安泽才不让我生孩子一样。我有点不知所措，还有点生自己的气，怎么反应这么慢？直接一句说完不就好了？我刚向前走了2步，想打断沈婉自顾自的演戏，婆婆直接拽了我一把。你要干嘛？让你在厨房洗个水果，你看你洗的还在袋子里，你这是用空气洗吗？萧安泽皱着眉，
牵着沈婉就走了。婆婆白了我一眼，儿子好不容易回来一趟，有什么话直说不行吗？弯弯绕绕的，人都没待多久就走了，也不知道要你这儿媳干嘛，啥也干不成，只会添堵。我眼眶微红，想要收拾东西回家，婆婆拉住我：“你去哪？走什么走？在家给我好好学学怎么当妈。”婆婆将按在沙发上坐着，自己转身去打电话了，心里对沈婉有点埋怨。明明是她让萧安泽不要孩子的，竟然将锅当着婆婆的面甩给了我。婆婆打完电话回来，我看着她：“妈，我想生下来孩子的，是萧安泽不想要，他执意要我把孩子留掉。我此刻的希望全在婆婆身上。婆婆之前提过要我生个孩子，那会我是想生却不能。萧安泽的防护措施做得太周全了。我想他应该也是希望我能生下来孩子的。我都没见过你这么没主见的，跟我去医院吧，我都联系好了。”妈，婆婆不想搭理我，拽着我想拉我出门。我掰开她的手，想逃跑。你跑什么跑？你能跑出这个家吗？脚步顿住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只手遮天的萧安泽从来都是说一不二的主，司机在外面等着了，你就老老实实跟我去医院吧。婆婆死死攥着我的手，带我上车，看着窗外的树影，摸着肚子，暗暗下定了决心。到了医院，我看着来往的护士和大夫，婆婆缴完费，拿着单子，赶紧进去吧，项目多呢。妈，求求你，不要让我失去我的孩子。一个产检，你失去什么了？婆婆深吸一口气，不耐烦地瞪我一眼。我呆在原地，不是人流手术，只是个产检。婆婆见我还不是很相信，把单子塞到我手里，我仿佛跟做梦一样。做完了产检，婆婆就跟小学生一样，拿小本记着一些注意事项。从医院出来后，婆婆直接带我回了家。餐桌上摆着还在冒热气的午饭，赶紧吃饭吧，你现在可是有身子的人。婆婆边吃着边给我往碗里夹着菜。你怎么想的？是要离婚吗？我害怕的赶紧把碗放在桌上，声音颤抖着：“妈，我不想离，我是爱萧安泽的，我从没想过离婚的。虽然我知道他并不喜欢我，一个臭男人，那么在乎他干嘛？”婆婆翻了一个白眼，没好气地对我一句，我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。婆婆看到我呆呆的样子，撇了撇嘴：“赶紧吃吧，吃完还得办正事。”听婆婆说正事，我更是一头雾水。还有什么事是正事？难道婆婆还想让我把孩子留掉？刚刚的产检只是为了确定我是不是真的怀孕了。满脑子的疑问让我瞬间没有多少胃口，草草吃了几口便停了碗筷。婆婆掏出一张卡，还有一份协议书，一起推到我面前。我看着面前的东西，这亲母子给的东西都出奇的一致。这是500万，这钱你拿着，协议书你看看签字了吧？我咬着嘴，一声不吭，半晌才颤抖地朝婆婆开口：“妈，婚姻和孩子我都想要，我知道是我贪心了，可是这是我现在仅有的了，我真的不想失去。”我起身，想趁婆婆不注意赶紧离开这里，我怕再晚一点，我婚姻和孩子都没了，那我连命也没了。跑出去没几步，婆婆拉住我，微喘着：“跑什么跑啊？你现在这样能跑吗？你可长点心吧，就你这样，我怎么相信你能照顾好自己？”我流着眼泪，甚至想要跪下来求婆婆：“妈，我盼孩子盼了很久，我真的很想带他来到这，求求你不要。”婆婆白了我一眼，很无语的表情看着我：“不要什么？我警告你，你别不识好歹，给脸不要脸，协议赶紧签了，不然萧安泽那我可搞不定，快点！”婆婆将我拽回沙发上，掏出红印泥，控制着我的手，按在了协议书上。我连内容都没看，
就这样被安排了。我木然地拿笔签下自己的名字。行了，这就行了，赶紧滚吧。司机在门口等了很久了，我哭着出门上车，等下车才发现我竟然到了机场。司机帮我拿出来行李，机场也有人接我，我又惊又茫然地跟着离开了这里。3年后，我抱着玩累了的儿子回到了京城，看着3年前送我离开的司机，现在又来接我，这里的一切熟悉又陌生。婆婆悠闲地喝着咖啡，捏了捏抱在怀里睡熟的儿子，眉眼宠溺地笑着，还是小孩子最可爱了。你现在倒好，一走就是3年，我不给你打电话，你都不想着联系我，怎么这几年在国外心野了，不想回来了？要不要我帮你跟我儿子办离婚手续啊？我故作埋怨地看着婆婆。妈，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在国外忙什么，也就前2天需要交接工作，1天没给你打电话而已呀。你怎么现在这么记仇呢？婆婆哼了我一声，你就是嫌弃我这个老太婆聒噪，不想跟我聊天。儿子揉着眼睛，憋着嘴，一脸的委屈。奶奶，你别这么说妈妈，妈妈总念叨着你喜欢的东西。她前2天忙，我在家玩累睡过，忘记提醒妈妈了，不然妈妈肯定不会错过时差的。你奶奶是刀子豆腐心，她心里门清儿，才不是真的怪妈妈呢。我摸了摸儿子的脑袋，儿子疑惑地哦了一声。婆婆捏着儿子的小脸蛋，宠溺地揉了揉他脑袋。瞧你这小机灵鬼的样，护妈跟护崽儿一样。婆婆瞟了我一眼，明天去公司吧，我都安排好了，当她的秘书。我笑着点头答应了。不知道现在萧安泽怎么样了？他们母子俩关系一直比较紧张。萧安泽总是嫌弃婆婆说话夹枪带棒的，婆婆嫌弃萧安泽一直恋爱脑，对沈婉唯命是从。婆婆之前并没有多喜欢沈婉，只是觉得两家家世差不多，是个合适的结婚选择，所以萧安泽对沈婉痴迷的时候也没过多阻拦。但是后来俩人简单谈个恋爱，都能闹得满城沸沸扬扬的。一向喜欢低调的婆婆开始对沈婉有了一些看法，而萧安泽则认为是婆婆容不下沈婉。婆婆也很无奈，她并不知道在沈婉来了几次家里之后，为什么萧安泽在她面前变得就跟炸毛的公鸡一样，只要一见到婆婆就嗷嗷喊着婆婆欺负沈婉。从那之后，母子俩是能不来往就不来往，直到萧安泽为了气沈婉跟我结婚以后，当时婆婆看着穿戴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我，站在她面前叫着她婆婆，她一度以为我跟沈婉是一类人，一类让家里鸡犬不宁的人。后来婆婆才慢慢的了解到我，发现我也是个恋爱脑，一门心思扑在萧安泽身上。怪不得我有次在家喝多后，婆婆会骂我真不愧是一路货色，跟她儿子萧安泽是一样的恋爱脑。安顿好儿子后，我去了公司，没想到在门口我遇到了沈婉。我本想装没看到直接上楼，而她直径站在我面前，将我的路堵死。你放弃吧，萧安泽注定是要跟我在一起的，你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。上班的人逐渐多了起来，不少人的目光转移到我俩这里来。沈婉红着眼眶，眼泪说来就来。你放过萧安泽吧，你已经把他折磨得够惨了，你还需要多少钱？我给你就是了，拿着钱，你别再烦他了。你到底还要我怎么求你才肯放过他呢？他根本就不想见你，你在的时候，他为了想办法躲开你，好几个晚上都睡不踏实。他人给不了你，钱满足不了你，你到底还要闹成什么样才能放过他？沈婉一番话，直接给我树立了一个对萧安泽纠缠许久的怨妇形象。周围八卦的眼神越聚越多，
我笑着看着沈婉：“沈小姐，你以什么身份来跟我说这些话呢？我跟萧安泽可是合法的夫妻。”没再理会沈婉怨恨的眼神，直径绕过她上了楼。忙活了一上午，才刚整理好工作，在咖啡间冲了一杯咖啡解乏。沈婉不知道从哪阴魂不散一样冒了出来：“萧安泽都不爱你，你守着这样的婚姻对你有什么好处？你到底要怎样才离婚？”我端着杯子想出去，沈婉拉着我的手腕：“萧安泽要是想娶你，这3年他有的是机会跟我提离婚。你也知道，他没有提过。”沈婉就跟被戳到痛处一样，拉着我的手又紧了许多。我有点吃痛，想要掰开他的手。他怎么没提？要不是你一直躲着，他怎么会找不到你？你一走就走了3年，这会回来干什么？你为什么不走得干干脆脆的，一辈子都不出现呢？找不到我也能离呀，我又不是不在地球上了。再说了，你又不是我妈，我回来还得经过你的同意。沈婉拉着我的手，将我拽近，咖啡溅出来一些。她瞟了一眼胸口上的咖啡渍，一巴掌将杯子拍在地上，拉着我的手就朝自己脸上扇过去。我想抽手躲开，沈婉直接转向扯我的头发，另一手扇了自己一巴掌后，又将自己头发弄乱。我没站稳，朝他那侧扑过去，他一脚将我踹倒在地。我捂着肚子坐在地上。沈婉：“江然，你怎么敢打他？”萧安泽一把将沈婉搂在怀里，皱着眉朝我吼。我揉了揉肚子，缓了缓，才努力站了起来。倒在地上的可是我，他脸上可是自己扇的自己。你别狡辩了，我亲眼看到你朝沈婉扑过来的，幸亏他躲开的迅速，不然还不知道会被你打成什么样。我看着萧安泽，对他的选择性失明有些无语，懒得继续跟俩人纠缠，想回座位休息一下。萧安泽拦住我：“我不知道你跟我妈做了什么交易，她竟然帮你安排回公司来上班。你要是再让我发现你欺负沈婉，我让你这辈子都不能回到京城。”咖啡间外探头探脑的同事都在悄悄看着这边，瞪了眼萧安泽：“既然你这么喜欢，那明天去离婚啊！谁不去谁是狗。”没理会同事们小声的讨论，继续工作着。现在我是有点理解婆婆当时看我有多无语了。名校毕业的我，一路顺风顺水，读完研究生，毕业就进大企业，这已经是很多人的梦想了。而恋爱脑的我，让我抛下自己的尊严，抛下自己的未来，一门心思只想着笼络住萧安泽的心，一颗根本不在我这的心。也不知道沈婉怎么给萧安泽灌的迷魂汤，在所有人都能看透的伎俩下，依旧还能如此的维护着他。既然这么在乎，那又为什么不直接给他一个家呢？直接护在身边不好吗？猜不透萧安泽到底是怎么想的。我摇了摇脑袋，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。第2天，我跟萧安泽从民政局出来，他犹犹豫豫后，算我最后一次送你回家吧。你去哪？省省吧，婚都离了，下午跟沈婉结婚吗？我祝你们百年好合。婆婆派司机来接我，没想到儿子也跟来了。萧安泽看着车里的小孩，跟他简直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一样。江然，他是不是我的儿子？我抽走手，朝萧安泽白了一眼：关你屁事！你的孩子不应该是沈婉生的吗？萧安泽呆在原地，看着车里的小孩出神。刚到家，婆婆招呼着我赶紧来看新闻。沈婉家被举报查封了，婆婆神情有些凝重。我看了一眼，拉着她手拍了拍：妈，放心吧，公司那我会盯着的。婆婆微微一笑，转头去跟儿子到花园里玩了。离婚的事，婆婆也知道。昨天刚到家，婆婆就把结婚证递给我了。
离婚随便你，但你跟小孙子还住呢，房子钱都是你的，你可别跟他客气，要不也太亏了。我笑着答应了。我知道婆婆是担心沈婉来骗钱的，到时候肖安泽也被卷进去的话，那就真要跟着一起倒霉了。回到公司，沈婉急冲冲地跑到公司拦住肖安泽。肖安泽眉头紧皱，想把手抽走。肖安泽，这时候只有你能帮我家了，我不能看着我爸妈就这样被关起来呀。难道你忍心看着我过着东躲西藏的生活吗？肖安泽，求求你，就答应我，签下项目吧。肖安泽想要抽走的手停顿住，他看了一眼还在他身边看戏的我，你工作都做完，还杵在这干什么？我撇了撇嘴，当个没事人一样走了。接连1个月，几乎每天都能看到沈婉在公司堵肖安泽。她不是没去找过婆婆，刚到门口就被撵走了。沈婉敢怒不敢言，想着以后还要说不定还是婆媳关系，就没撕破脸。婆婆一脸嫌弃看着她被撵走的落魄样，这会想起我是肖安泽的妈了。之前拐我儿子跑的时候，我也没见她把我放眼里过，不拉拢我就算了，还在背后说我坏话。呸！沈婉在2个月后，终于把肖安泽堵在办公室里了。肖安泽，这周就是最后的期限了，你要是再不同意，我就得顺从家里的安排，跟一个不认识的人联姻。肖安泽，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，难道你就要这样放弃吗？你甘心最后的结局是我们俩依旧不能在一起吗？肖安泽逃避着沈婉的目光。我抬头看着俩人，识趣地抱起文件出去了。我刚走到门口，沈婉瞟了我一眼，看着肖安泽，闭上眼，像是做了一个重大决定一样。肖安泽，我怀孕了。我有点惊讶地看着沈婉，目光在她的肚子那停留了片刻，有些不可置信。肖安泽的眉头皱得更深了。我回到办公室，从保险柜里拿出来一叠文件，又回到肖安泽的办公室里。这个项目不能签，一旦签字，肖氏集团也会受到重创。竞争对手这么多，很难保证在各家联手下存活下来。肖安泽翻看着我交给他的文件，我看着沈婉，沈婉怨恨的模样，将整个脸都快挤变形了。当初你为了追初恋，把肖安泽抛在一边不顾。3天前，你刚因为家里要联姻，被逼着做了体检，体检单都在这，你子宫都没有，怎么可能怀孕呢？肖安泽震惊地看着沈婉，从我手里抢过体检报告，仔细地看着。你之前几次跟我说你怀孕了，你什么时候做的人流手术？难道你都是在骗我？沈婉面对肖安泽的质问，有些慌乱。我趁机继续补充着，他回来找你的时候就不能生孩子了，这3年又怎么会真的怀孕呢？他为了笼络住初恋的心，从你这骗走不少好处，你以为是在帮他家里，其实都是在帮他维系住他跟初恋的感情罢了。他家里出事也都是因为他太贪心了，你有什么资格说我？你3年前不一样是被婆婆拉去做了人流赶走的吗？你在国外检查不一样是没子宫生不出孩子，你以为你这样做，肖安泽就会跟你复婚吗？你做梦！我笑了，我没想到婆婆为了保护我和儿子，编了这么多故事，也感谢婆婆的帮助，我才能踏实地照顾儿子这么久。肖安泽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，一脸震惊地看着我，抛下沈婉，急急忙忙地跑出公司，出了办公室还又折返回来，拽着我走。沈婉一个人被晾在那，后来只知道是自己默默走了。肖安泽看着婆婆和儿子在小别墅里玩着，出了神，转而看着我，江然，之前我一直嘴硬，不肯承认对你的感情，我错了，我们复婚吧。
我没接他的话茬，只递给他几本文件夹。肖总，还是先看看这几个文件吧，没什么问题，赶紧签字。公司里还有好多人等着催进度呢。肖安则默默地签了字，找婆婆去跟儿子玩。婆婆嫌弃地看着自己儿子，抱起儿子就回卧室了。沈婉不死心，还找了肖安则好几次，也不知道之后两人谈过什么。她再没出现，只从新闻上看到她嫁给了一个富家公子哥，结婚没1年，富家公子花边新闻就满天飞。沈婉家终究还是破产了。肖安则3番5次找各种借口来小别墅找我和儿子，努力表现着自己，想扮演好一个合格的父亲的角色和一个靠谱老公的形象。婆婆每次看到她，总是狠狠拆台，儿子在俩人中间帮忙调和着，一脸的无奈，看着他们嬉笑打闹着。我想会好好守护好眼下幸福的时刻的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